你要补充一下你对这个后乐园的一个知识吗？是日本三大名园之一啊。嗯，冈山后乐园、赤城协乐园，最后一个是什么园？忘记最后一个是什么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次的旅行，我们来到冈山县和兵库县，从大阪关西机场开过来，大概需要3个半小时。比起其他关西地区的景点来说，应该是相对冷门的地方。但其实这里有很多充满日式复古氛围的景点可以走走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怎么玩吧。我们现在来到冈山城，这次我们来到冈山玩，好，爸爸妈妈来找我们。这次我们算是从大阪开车过来，但是其实冈山本身也有机场，所以从台湾过来其实也蛮方便的。天气超好的，这旁边有一条河很漂亮，旭川。冈山县严格来说算是日本的中国地区，和四国地区中间隔着濑户内海。它是在广岛和兵库的中间，下面也可以接去四国的香川县。拿到品味不一样吗？哎呦吗 ？Lucky。第一个景点，我们来到冈山非常出名的后乐园和冈山城。后乐园是日本3大名园之一，除了庭园本身非常漂亮以外，也可以在里面看到冈山城，风景整个非常漂亮。还有一个是哪里呢？金泽仙六园，想起来了哈，妈妈想起来了。天气真好，挺好。莫内支持车很多。好像不一定要多，就是有一个角度刚好很美，就可以拍得很漂亮。展望台，下次看看，现在都已经爬上去了。它这个绿色的草地真是很翻。大多数的日本庭园都可以随着季节赏花，冈山的后乐园也是一样，尤其是在上半年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花种，但很可惜我们9月下旬来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花可以看，但光是庭园本身就非常漂亮，很推荐可以来走走哦。超大的耶！有看到吗？乌龟旁边那边应该下面有一只超大的。这是它的护城河对吧？护城河很大哎。从后乐园里面可以直接走到冈山城。如果2个都想去的话，一开始就买通票会比较划算一点。冈山城因为天守阁的外墙是黑色，所以又被称作是乌城或是金乌城。从1楼到5楼是展出有关冈山城的历史。喜欢看日本的历史，或是有看过战国时代的故事的话，应该会觉得蛮有趣的。仓库，这边也是一个来冈山绝对会来的地方，比较传统的建筑保留的一个区域，一样有很多小吃啊可以吃，然后还有餐饮也蛮多的。
因为时间靠近中午，所以我们就先来吃个午餐。临时找的这家日式咖喱饭真的非常推荐。除了餐厅建筑本身很有特色，很有日式氛围之外，咖喱饭真的是蛮好吃的。冈山的仓敷美观地区保留着江户时代的街景，除了有白色墙壁的仓库之外，还有一条小型运河可以搭船。不过如果想要搭船的话，可能要早点过来。这天我们中午到的时候，当天的船都已经被预约完了。乾杯啊！もうないわ。虽然有点可惜，但仓敷美观地区本身还是很有趣。啊，你没有包红豆。除了正餐之外，仓敷内也有很多小吃和茶屋，边走边逛，累了就坐下来买点东西吃，是让人非常舒服的行程。大家熟知的桃太郎，据说故事背景就是在冈山，所以也有很多桃太郎相关的伴手礼，也有卖故事中的吉贝团子。离开前，我们来到这间超多人在排队的布丁店，不过最推荐的是他们的布丁双麒麟，非常的浓郁，很值得试试看。试试看。这次是和家人一起来冈山和兵库，由于爸爸妈妈平常就喜欢在户外走走，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他们会喜欢的行程，就是去号称天空之城的竹田城看云海。下起雨来。竹田城的位置在兵库县，不开车的话会有点难到，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。加上因为要看云海，除了运气之外，也必须要拼一大早出发。所以我们前一晚就住在兵库淡马养父的万丰酒店。应该会有很多人好奇，万豪体系的饭店为什么会盖在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？但其实是万丰和日本在地观光有合作，故意开在乡下小地方的Michino Eki的旁边，希望可以带来更多游客，并促进当地观光。旁边就是Michino Eki，看起来车没有很多，然后完全就是下去过个马路就可以到了。所以如果有需要吃什么、喝什么、买点小东西，或是好奇这边当地有什么特产的话，可以来这边找找看。这是桃花梅，我要出发去看云海，现在几点3:45。3:45，我们昨天喝一个味噌汤。竹田城云海的观景台叫做丽云峡，是一个需要爬大约40分钟的登山步道。因为要赶在日出前抵达山上的观景台，因此我们早上4点半就从饭店出发。会这么早出门，除了为了要抓足够时间之外，丽云峡观景台的停车格其实蛮少的。一大早也没有其他的交通方式，因此所有的游客都是开车前来。早上5点抵达，确定有停车位之后，我们还在车里面稍微休息一下，大约5点半才开始爬山。这时候天都还是黑的，强烈建议如果要来爬的话，记得带手电筒或是头灯，也要记得准备长焦镜头和保暖衣物。虽然我们通通都没有准备，只靠着手机的手电筒，一群人慢慢摸黑往上爬，但还好同时间有其他游客一起爬，多少比较安心一点。丽云峡总共有3个展望台和1个最后的山顶展望台，爬到最上面大约需要40分钟左右，不过整体来说并不算太难爬。因为前一天有下过雨的关系，云海整个非常多，景色真的是很漂亮。不过这天的云海实在是太多太厚，导致主角竹田城完全被云挡住，实在很可惜。要来竹田城骑的话，你觉得要准备什么东西？你现在讲出来。运气，还有运气，还有运气。实际上的东西。
今天虽然很漂亮，还蛮不错的云海，但可惜没有看到竹田城。然后现在竹田城完全被云海给遮住，躲在云海里面，所以现在去竹田城上面也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。所以我们就决定先回饭店休息，然后再去陈崎温泉，然后下午再来爬竹田城。下山后，我们回到饭店补眠一下，然后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。陈崎温泉和有马温泉都是兵库县，甚至可以说整个关西地区非常有名的温泉。陈崎温泉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，冬天比较容易下雪。这里和仓敷街景有一点点类似，沿着温泉街非常古色古香。当下真的有点后悔没有安排在这里住一晚，只要把注意力转移到美食和小吃上面。陈崎温泉因为靠近海港，包含螃蟹在内的各种海鲜都非常的有名。这天也吃到了非常饱满、海味十足的牡蛎。哇，好肥哦！不来。另外，当地的日本清酒也非常有名，种类不仅超多，还有各种有趣的方式可以品尝看看。这天我们也在陈崎温泉内吃午餐，找了一间还不错的餐厅。除了寿司之外，也有海鲜冻和其他非生食的冻饭可以选择。当地特产淡马牛的套餐也非常的美味。来到陈崎温泉，又吃海鲜又吃和牛，真的超级满足。在陈崎温泉逛完之后，我们再次上车。虽然说下午打算去爬竹田城基，但因为天气一直都不大好，也有犹豫过，干脆放弃，直接去饭店休息。但想说来都来了，老公还是坚持想要去竹田城基走走。竹田城基和早上看云海的丽云峡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。要前往竹田城基，也需要爬40分钟左右的登山步道。不过这里比起早上的丽云峡还要难走非常多。一开始还算是好走的楼梯，但后来也有不少大小石头，相对难走的路段。即使是平常习惯户外运动的家人们，也都花了不少力气。除了我们家老爸以外。下去应该会开嫩，已经到了啦，是这边店就在上面啊，墙壁在那。看，真的很漂亮。虽然爬的真的很累，但是是值得的。那因为下面看到田好美哦。竹田城基除了被称作是天空之城之外，也被称作是日本的马丘比丘。虽然爬上来的过程非常累，但实际看到竹田城基和山下的景色，真的是觉得很值得。竹田城在1600年就已经被废城。当时的建筑很多都已经被拆除，只剩下一些石墙留下来。虽然充满很多谜团，但还是让人佩服当时的人是怎么在这么高的地方盖出一座城堡的。一天爬完2个登山步道之后，实在是超级累。还好这天要入住的饭店就在竹田城遗迹的附近，只要走路5分钟就可以到。这间竹田城城下町 N 其实是一间非常有趣的日式饭店，它的建筑本身已经超过100年，原先是一间日本清酒的酿酒厂，后来改作为婚宴场所，现在又变成了日式旅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房间里面了，然后我们这次住的是
用超过100年历史以上的一个日式的酒造建筑物来改装成的饭店。他们的特色就是非常传统日式的感觉，所以如果是喜欢这种日式建筑想要体验看看的话，就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。他们的房型其实很多种，然后我们这次住的是比较便宜的房型，里面是这样子的感觉。这个房型最多好像是只能住到，是2个人还是4个人？我们这次5个人来，所以是订2个房间。整个是很日式古典的设计，传统的感觉。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庭园，这个庭园就是我们这个房间专用的一个庭园，所以我们可以完全走出去都没关系。我这是很蠢耶，我以为在里面转，它是拉出来的啦哦。可以想象就是在这边，然后感受这种四季的变化吗？有拖鞋啦，我没穿。有没有很古典，很像那种古装剧的场景，很漂亮哎。房间是有浴衣的。虽然这里没有温泉，但是有大浴场，然后在馆内的时候是可以穿浴衣的，好哩，穿在外面的，如果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也可以穿。刚 check in 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跟我们说 ，mini bar 的饮料完全免费，好开心哦！这间厕所也太漂亮了吧！然后还有一个洗面台。一些基本的 skincare 还有备品这些都有，吹风机这边也都有。这个房间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它没有单独的 shower room 的浴室，它必须要去用大浴场的空间。所以如果本身不建议泡大浴场的话，就还 OK。它可能没有办法现场当下换，因为它其实房间数很少，所以最好是不放心的话，还是选有的会比较好。虽然要稍微贵一点点，但是房间里面也更漂亮，那还是蛮值得的。如果是住有浴室的房型，房间已经浴室很舒服的话，千万不用特别来这边也没关系。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推荐的地方，就是有免费提供住客无限畅饮的酒廊。酒的种类非常多，除了有各种清酒之外，红白酒也有。酒廊的空间虽然不大，但气氛很不错。一家人聚在这里喝一杯，一边聊天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整个非常悠闲。因为这里原来是做婚宴场所的，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料理也非常有自信。整体是非常日式的氛围，但提供的餐点是以法式为主。日本当地的食材配上法式的做法，其实还蛮特别的。分量看起来虽然不大，但吃起来非常饱。隔天的早餐是日式餐点，味噌汤和白饭还可以续，整体的口味都非常不错。最后一天，我们要从兵库开回大阪还车，顺道去了最近非常红的圣尾寺。很多年前就有来过这里一次。那时候虽然没有这么的红，但也是非常知名的红叶景点。现在因为寺里面摆着非常多的不倒翁，而在网络上越来越受到讨论，外国游客也变得非常多。圣尾寺里面其实非常大，从很多角度拍都非常好看。一开始会拿到一张空白的明信片，在逛寺内的途中可以一边盖章，6个章都盖满之后，就会得到一张超美的纪念明信片哦。
这次走访的景点虽然不是关西旅游非常主流的选择，但其实很多景点都非常值得来看看。喜欢日式复古的氛围，或是喜欢自然景观的话，还蛮推荐可以来看看的哦。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拜拜。